大家好，我是 Irene。那经过上次的练习后，相信大家已经越来越上手了吧？那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要来进入实际创作案例的第2 part 咯。还没有看过实际创作案例1的，也可以往前看复习一下。那在接下来的单元中，我们会直接从主题的设定来开始，到界面的规范制定和简单开发步骤与教学，带大家实际创作第2支 API。开发流程的部分可以前往2至3章复习哦。同样的，在开发一个 API 之前呢，选择一个适合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次我们要开发一个可以吸引更多使用者并且有意义的解决方案。是这样子的，在处理很多只股票的价格比较的时候啊，我们经常需要一个把他们的各自股票的网页来打开，然后再来比较这些股票的价格的资讯跟排序。这样子的过程其实是非常耗时间又繁琐的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开发股票价格整合 API。股票价格整合 API 的目的啊，是提供一个便捷的方式，一次性的获取多只股票在指定日期范围内的价格数据。透过这个 API， 我们可以更快速的获取并整合多只股票的价格数据，这样子也可以让工作变得更加方便和高效。就像简报中显示这样子，依日期显示我指定的股票代码，它的价格是多少。那股票价格整合器 API 呢，它的步骤就是当 API 用户来提出请求的时候，我们会将请求传送至伺服器，接着 API 会使用雅虎提供的套件来截取所需要的股票资料。一旦资料被获取， API 会对其进行整理和格式化，让资料可以保持一致性和可读性。完成整理后， API 再将整理过后的资料回传给伺服器，透过伺服器再将资料传回给 API 的用户。这样的运作流程可以确保 API 的用户可以轻松的获得整理过后的股票资料。设定好主题了，那我们要来制定界面规范啦。好，就像我们上一次教学所说的，界面规范的制定呢，对于 API 的设计至关重要，所以我们来制定输入的参数、名称以及规则咯。为了确保我们获得指定的股票资料，股票编号一定是必须要的吧，所以我们要新增一个参数，它就是股票编号。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输入股票的编号，像这样。那此外，为了有效的过滤所需要的资料，所以我们要加入时间区间的参数。这个是开始日期，我们要制定一个必填的开始日期，以及结束日期。好，那最后我们也提供一个可以选择股票数据的类型，让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我们需要的股票的数据的类型。那这里我们会用数字来传入就好。那我们就待会会教大家如何使用列举来判断这个数字传入的参数。好，输入参数我们就制定好啦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制定成功输出的参数名称以及规则。我们一样使用时间来将资料进行分隔，这样子使用者可以依照日期来查看股票的数值。所以我们回传的输出成功，回传的第一点
我想要一个状态，这个状态显示1就是成功，然后把结果放在把结果设为一个阵列。那每一个阵列呢，里面都有一个 object， 它包含了时间，它可能是2022年5月1号。那在这个时间里面呢，每一只股票的资料会放在这个 data 里面，把 data 设为一个 array 里面有很多 object， 它包含了股票的名称、股票的编号、代码。像我们刚刚输入的0050，还有这个股票在那个时间的数值是多少？它是一个浮点数。那以此类推，之后的格式就是大概长这样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输出成功的参数也制定好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制定呼叫错误的时候要如何输出。那我们一样给它一个 status， 然后呼叫错误就代表0，然后我们会把错误讯息也传送出来。OK， 那在我们这样子，我们的规范主题都设定好了。那下一个单元，我们就会带大家来实际创作这个股票数据整合 API。下次见。